开门见山，台湾大部分黑帮更倾向于两岸统一。台湾黑帮组织长期以来扮演着复杂的角色，他们不仅仅在地下世界中活跃，还与政治、经济等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近年来，随着两岸关系的变化，台湾黑帮对统一的态度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。台湾的黑帮组织众多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三大帮派是：一、竹联帮，成立于1957年，是台湾最大的黑帮组织之一，已经被台湾警方列管，也就是警方登记在册的核心帮众约1171人，其成员遍布台湾各地，并且在海外如美国、加拿大、东南亚等地都有分支。竹联帮以其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强大的动员能力著称。二、四海帮，成立于1953年，警方列管的核心成员726人，最初由台湾大学等高校的学生组成。四海帮在台湾北部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力，近年来也积极向海外扩展。第三大帮派为天道盟，警方列管的核心成员632人，成立于1986年，是由多个地方性帮派联合组成的联盟。天道盟在台湾中南部地区势力较强，成员多为本地人。这些黑帮在台湾社会中长期存在，与政治、经济等领域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。按理说，一旦两岸统一，黑帮的生存空间可能会被压缩，正如香港回归后对黑帮的打击一样。然而令很多人意外的是，台湾的黑帮组织却对统一普遍持积极态度。原因如下：一、经济利益驱动，爱兄弟还是爱黄金？答案是，现在的黑帮肯定更爱搞钱。如今大陆市场庞大，为黑帮提供了新的利润空间。统一后，黑帮可以更方便地在大陆从事合法或者灰色经济活动，如房地产、娱乐业等。二、政治庇护减少。俗话说，有头发谁愿意当秃子呢？在这个时代，其实黑帮也是很想洗白转型的。一直以来，台湾黑帮与地方政治势力关系密切，形成了所谓的黑金政治。统一后，中央政府必然会加强对地方的控制，减少黑帮与政治的勾结，但这反而为黑帮提供了合法化的机会。通过转型为企业或是社会组织，黑帮可以在新的体制下继续存在，甚至获得合法的地位。三、文化认同。许多台湾黑帮的重要人物，尤其是早年的竹联帮、四海帮等大帮派的创始人或者骨干成员，其实都是外省人的后代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父辈、爷爷辈正是1949年随着蒋介石败退台湾的大陆军人、警察、难民中的一员。很多人本来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、宪兵、情报人员，走下战场来台湾避难，没了身份，只能混入市井，从此走入灰色地带。这部分人对大陆并不陌生，甚至是有感情。他们的根、他们的故事、他们的祖坟全都在大陆。他们从小听父辈讲黄河、长江，家里的长辈都操着故乡的口音，所以对回家这件事儿并不排斥，反而是某种执念。有些人想重返故土，也有人是想了断遗愿。可以说，统一在他们眼中不仅是国家的命运转折，更是家族历史的终结和归位。所以，台湾黑帮这个看似最非主流的群体，反而在民族认同这件事上，比某些政客都要诚实得多。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，岛内开展大规模扫黑时，许多黑道大哥便逃往语言相通、地理邻近的大陆。道路方面虽然也多次打击遣返台湾黑帮分子，但仍有不少人以投资、经商等身份留居大陆。长期以来，厦门、福州、上海等地成为台湾黑帮的主要栖息地。这些人往往一开始潜伏，随后转入合法行业，比如开公司、餐饮、娱乐场所等，以改在岛内靠收保护费谋生的模式。目前活跃于大陆的台湾黑帮包括竹联帮、四海帮和天道盟等。当然，他们毕竟不是传统的合法商人，所以除了经营地下赌场、钱庄洗钱外，他们还以商养黑的名义，在大陆开设歌舞厅、KTV、酒店、桑拿等娱乐业，甚至经营色情业，借此渗透大陆城市，攫取利益。例如，已故四海帮老大陈永和曾经在上海、南京开设 KTV， 就是以商养黑的典型案例。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等沿海城市因为台商云集，也成为了台湾帮派的重要据点。另一方面，曾经有报道描述，竹联帮、四海帮、天道盟三大帮派在上海也有不少投资事业。四海帮势力发展的最为迅速，帮内6名核心骨干成员中，已有4人在上海经商，不仅投资建厂经营娱乐业，而且还炒外汇、炒股，经济实力非常雄厚。据说还计划将四海帮总部迁往上海。可见，台湾黑帮已经深入大陆正规经济领域。他们利用大陆市场规模大、法制相对宽松的机会，合法掩护非法活动，形成稳定的利益链。所以从利益角度看，一些黑帮头目在大陆经商获利，
他们自然也就希望两岸关系稳定，以保障生意。比如竹联帮的白狼张安乐，他就曾在东莞创立了一家合资公司，生产安全头盔，甚至还打响了全球市场。而这种跨境投资的成功，也让他更加认同统一。总体而言，台湾黑帮因大量涉及两岸生意和投资，对两岸经济依赖度高，他们很倾向支持两岸和平的政策，而非台独动荡。